前一段时间，中国有大量的网络小说作者呢，只因为写的内容涉及到同性情感描写，就遭到了逮捕判刑，甚至判的刑期跟强奸罪还差不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禁耽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从去年的6月开始，中国安徽警方陆续逮捕了50多名的中国网络小说作者。这些作者呢，都是写同性爱情题材的耽美小说，并且呢，大多发布在台湾的网络小说网站海棠文化上面。那警方说，这些写耽美小说的作者呢，是在非法传播淫秽色情内容，并要求他们缴交高达上百万台币的罚金。据说，一位缴不出罚金的作者，最终呢，甚至被判刑5年。不少民众因此感慨说，写小说跟强奸判的差不多。那不只是逮捕理由，判罚力道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这一次呢，安徽警方在逮捕这些作者时，还是跨越省份，到了浙江福建等不属于安徽警方管辖的地方追捕。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呢，也引起了许多人猜测，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地方财政不够，地方政府需要用这种跨省追捕的执法方式来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为什么要追捕耽美作者？事态有多么的严重？中国民众怎么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对毛孩们充满热情，想要进入宠物产业工作吗？那你可以考虑看看宠物品牌汪喵星球的职缺，他们正在热烈征才哦。汪喵星球呢是由最关心猫狗的男人光头老板创立的，目标是想让毛孩的生活变得更好。在这里工作有毛孩福利，你可以带宠物上班，享受毛孩专属托婴空间。另外呢，有带薪宠物丧假，让你在重要的日子能够安心的请假，好好跟毛孩告别。如果想要提前认识光头老板，可以看看他的 IG 专页，里面有各类的毛孩知识，也有跟员工福利相关的影片哦。那想要买产品的话呢，现在到官网输入折扣码小77，消费满1000再折100元。最后，如果你对于职缺有兴趣，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汪喵星球的征才页面看看，了解更多的资讯吧。去年12月，中国一个叫做水平纪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爆料，最近半年以来有多达50多名的网络小说作者遭到了安徽警方逮捕。这些网络小说作者呢，大多写的是耽美小说，也就是描写同性爱情的 BL 小说。因为这些题材呢，在中国属于敏感禁忌题材，他们的作品大多发布连载在台湾的网站海棠文学城上面，并凭借着网站读者的付费阅读获得相应的稿费。那从去年的6月以来陆续有多位的作者因为涉嫌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安徽的警方跨省逮捕，被法院判刑，并且呢被要求缴交高额的罚款与赃款。像是一位叫做云间的作者呢，就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6个月，而另外一位叫做此久的作者呢，因为没能够凑集齐足够的资金缴交赃款，甚至被判处了5年6个月。除了写小说的作者被逮捕海棠文学城在中国最大的2个经销商王某跟温某也遭到了逮捕，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起诉。那这一次的事件呢，其实并不是中国第一次追捕耽美作者。在此之前呢，耽美相关的小说、影视剧也多次的被禁，也有多名的作者被逮捕。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禁止 BL 还有耽美的规定但有法律条文禁止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因为耽美作品当中呢，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同性的性描写，所以呢，很多的耽美作品会被以涉嫌淫秽色情的名义被禁。耽美作者呢，也会因为传播色情内容而被逮捕。像是在2018年中国知名的耽美作者天一就因为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入狱。隔一年呢，又有一位知名的耽美作者墨香铜臭，因为这个非法经营物品牟利罪而被判刑。在这期间呢，中国各大网络小说网站上面的耽美作品都被严格的审查还有封禁。小说当中对于肢体接触的描写，甚至呢审查严格到脖子以下不能写程度。那因为耽美被严格的封禁，不少在中国平台无法发布的耽美作者开始转而使用服务器设在台湾的海棠线上文学城，从而规避被审查下架的风险。另外，除了耽美小说，耽美改编的影视剧也遭到了严格的审查。2022年以来呢，中国全面抵制耽美小说改编的网络影视剧，不少影剧呢因此胎死腹中。一些审核后能够播出的戏剧呢，也被大量的删减同性之间的对手戏，甚至呢，仅仅是一些描写兄弟情的情节，也遭到了大量的删除。那话说回来，中国网站不能够在发布耽美之后呢，不少中国耽美作者就非常依赖台湾海棠文学城这个平台。但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却有许多的作者批评海棠文学城并没有保护好他们。
海棠线上文学城呢，成立于2015年，是隶属于台湾龙马文化出版社的网络文学平台。内容呢以女性向的耽美还有18禁成人取向的内容为主，而平台上面的许多作者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耽美作者。在安徽警方刚开始追捕行动时呢，一些中国耽美作者意识到自己被捕的风险，曾经要求海棠文学城官方下架他们的作品，并且注销账号。但是海棠文学城的编辑呢，在一开始拒绝删除小说，因为他们说，依照原本的规定即使呢作者注销了账号，他们写的小说还是会继续保持3年，因为呢还是要提供给已经付费的读者阅读，保障他们的权益。直到之后事态严重，有越来越多的作者要求下架自己写的小说，海棠文学城呢才以升级维护的名义关闭网站5天，并且下架了多部的中国耽美作品。那因此呢，有不少作者跟民众批评海棠文学城下架的不及时，可能让警方有时间搜集证据，追捕定罪更多的耽美作者，间接的让事态变得更加的严重。他们还认为作为网站平台方呢，应该要有义务保护平台上面的创作者，这样子创作者呢才会放心的在这个平台上面继续的创作。但另外也有些人认为海棠文学城的做法没有太大的问题，认为他们也是依照网站的规定做事，并没有义务呢要保护这些作者。而且其实最后海棠还是下架了这些作品，一开始没有及时下架，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评估读者的利益损失。那除了海棠文学城的做法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另外一边警方这次的追捕行为呢，也引起了许多的质疑还有猜测。这次被捕的耽美作者当中呢，很多并非安徽本地人，而是居住在重庆浙江、福建、云南等地。按理说追捕他们呢，也应该是由这些地方警方负责，但这次安徽警方呢却跨省追捕，因此许多人怀疑安徽警方这么做是想要以此来征收本地的财政收入。像是《纽约时报》报道，现在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呢都面临债务增加、税收减少以及开拓这个新收入来源的压力。为了填补呢因经济衰退而出现的预算缺口，执法机构呢会刻意的打击本地以外的企业，甚至呢还常常会捏造或夸大犯罪指控。例如在2023年的4月时，广东顺德警方呢也曾经跨省追捕来到武汉，调查一家涉嫌经营线上赌场的社群媒体公司，逮捕旗下的25名员工，并要求他们将3亿元的人民币转入与警方关联的账户。那这一次呢，也传出了安徽警方呢要求耽美作者缴交高额的赃款。一名被捕作者的亲属说，因为警方说如果想要判得轻点，现在就先缴赃款，所以他们呢已经先陆续的缴交总计300多万台币的赃款。那除了跨省追捕要求高额赃款的做法引起质疑，也有人爆料这次立案的状况呢也有一些疑点。根据法院判决书显示，安徽警方呢会关注到海棠文学城，是因为一名呢叫做汪义俊的证人，在网络上面透过广告跳转连结，无意之间来到了海棠文学城。他发现网站上面呢都是色情小说，于是向安徽省的警方给举报。但是水平纪元媒体发现这个证人的名字呢跟安徽警局当地一名职员的名字重合，这引起了不少的民众质疑，这是不是安徽警方在自导自演，为了之后的跨省追捕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那虽然警方的做法引起了种种争议，但大部分的作者呢，为了能够减少刑求，仍听从警方高额罚款还有赃款的要求，这也给许多的耽美作者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甚至一些作者到了生存困难的地步。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对于犯下出版、贩卖、传播淫秽内容的人，要被处以罚金，罚金数额呢是他违法所得的1倍以上5倍以下。也就是说，一个点阅率不错的稿费收入可以达到60万台币的耽美作者，要至少缴交120万，甚至是高达300万的罚金。那这些涉案的耽美作者呢，许多是20多岁，尚未累积足够经济实力的年轻女性，其中许多人付不出高额的罚金，只能够四处的筹钱。像是作者云间呢，因为筹不到钱他的妹妹只好在微博上面公开发文求助，希望网友能够资助打赏，帮助他们筹到罚金。除了云间也有不少其他的耽美作者在微博上面公开自己的逮捕书、取保告知书，以及自己艰难的家境状况，甚至还公开自己患病的病历，祈求网友们能够帮忙一起筹款。那在耽美作者们的公开求助之下呢，有不少的读者粉丝响应捐款替他们筹钱，但也有另外一些人批评这些耽美作者的筹款行为呢，说他们完全就是在骗钱。那最终有部分的人呢筹到罚金之后获得了减刑跟缓刑，但也有人因为筹不到钱，加上犯罪的情节严重，被判了5年以上的刑期。那这起事件除了在关注耽美小说的人当中引起不少的讨论，也有一些一般民众关注。那这些中国民众究竟是怎么样看这个事件的呢？
一些中国民众支持警方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描写同性之间的情感本身就是败坏风俗，会带坏青少年。加上这些作品呢，很多都涉及露骨的性描写，这更加是在传播淫秽色情。因此，他们支持警方禁止这些作品，并抓捕耽美作者。但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这些耽美作品呢，只是单纯由女性写给女性的性幻想。虽然里面有性描写但这些内容呢，大多是虚构的人物背景。这虚构的故事没有伤害任何真实的人，而且读者们呢也是自愿付费阅读。这些作者不应该因为没有受害者的罪名而入狱。另外，他们还认为这些刑罚也都判得太重了。这一次最严重的耽美作者被判了5年，而在中国拐卖妇女呢，最多也只判3年，5年呢，甚至是相当于犯下性侵罪的刑罚。写小说跟性侵的罪名一样重，实在是不太合理。这一次呢，为了了解中国耽美作者被捕的事件呢，我们也去了海棠文学城上面了解了一些耽美作品，一些平常有涉猎的企划呢，也分享了一些他们的看法。那么看下来，觉得这些耽美作品呢，很多主轴仍是聚焦在爱情故事上面。虽然有些呢确实会涉及性行为的描写，但很多的描述也都是正常的情欲流动。中国警方呢一律将这些都打成是淫秽色情我们觉得确实是比较武断跟片面。而且这些故事的主角呢都是成年人，情节也不触及性暴力。即使有些作品的性描写比较露骨，尺度比较大，但我们觉得因为内容呢大多是虚构的，读者也是自愿付费，这其中呢并不涉及具体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觉得中国警方为此大力的追捕，仍有执法过度的嫌疑。尤其耽美作者呢，大多是普通百姓也多为这个女性的作者。这一次安徽警方呢突然的跨省抓捕，更容易让人怀疑是不是刻意挑平民百姓下手，获取财政的收入。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看到批评说，虽然这类的耽美作品不涉及性暴力，但其中对于同性恋情的描写大多呢有些固定的桥段，人物也有常见的人设。那相对的，这些作品就显得不够多元真实，带有一些对于同性恋的刻板印象。甚至有人说呢，这是在物化同性恋，将他们当作是女性读者的性幻想工具。但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呢，是可以借由社会讨论、正面引导等方式来改变的，进而让市面上面的耽美作品变得更加多元，而不是像中国政府这样子粗暴的将写这些作品的人都抓起来。这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完全扼杀了作者的创作空间。尤其在中国同性恋议题完全晋升的状况之下，这样做呢，恐怕只会进一步的压缩大家讨论性别议题的空间。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想法。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这次中国追捕耽美作者的事件呢？A 写色情内容确实该被禁 ，B 很夸张，写小说居然也要被判刑 ，C 不意外地方政府没有钱只好拿耽美作者开刀。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追捕耽美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禁谐音梗以及中国禁粮令。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